哦。夜幕降临，在这荒郊野外，除了天上的月亮和璀璨星光，周围闷黑沉沉。在这一片黑幕之下，营帐阵地之中点燃了一座巨大的篝火，火光将周围都照得亮堂了起来，仿如半个白天。围着篝火摆满了长桌和椅子，宫中和朝中贵人们皆列坐其中，士兵在外层层把守。3年一次的秋猎是我们南庆国的传统，先祖和百姓们都认为用优秀的猎物作为祭祀品，能保我南晋来年风调雨顺，物富民丰。凡是猎得优品能成为今年祭祀品的人，按惯例加官进爵，赏赐丰厚。今夜就当是给各位英勇将士们的践行夜宴。他说着视线从帝江这边扫过。明日秋猎不宜过多饮酒，也要早些休息，调养好精神。朕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大获而归，猎得优品。你今天不是应该很忙？不忙，事情都安排好了，会有人处理的。进山只能带够1天的干粮，在里面吃喝都要靠自己。所以你们这是去挑战极限的吧？饿瘦了动物都吃不饱。闭嘴，吃饭。你多吃点儿，今天晚上这一顿可以不吃，干粮留到明天又可以多撑1天。丛林里面有吃的，猎物、野果。有一些东西不能乱吃，吃了会死。吃饭，本王知道的不比你少，少担心。你不能不去。陆九婉好奇，这不是称病就能逃过的吗？不能，秋猎不是游玩，是为了猎得好的猎物，为国家和百姓祈福。本王不去，会让很多百姓失望的。他要民心，并且他和帝玄义之间的争斗不可能因为一次称病就能结束的。出营帐的时候，帝江顿住脚步，停下来看他，欲言又止。陆九丸仰着小脸等待，看着他平静的面容，帝江内心叹息一声，事情还没有结束，终究不知道说什么。陆九婉，你别乱跑，等本王回来。太阳徐徐升起的时候，营地一片肃然，20个列队，每队12人，整整齐齐排列着，人手牵着1匹马。帝玄义站在队伍前的高台上，说着祝贺和期待。鼓声和号角响起，幡旗也随之高举，士兵们助威的声音整整齐齐地唱响。所有列队人员上马，在助威声中策马离开。帝江动作干净利落，翻身上马去找陆九婉的身影。陆九婉对上他深邃的眼眸，不自觉浅笑了下。帝江将这抹笑尽收眼底，收回视线，策马离去。奔跑的马蹄声凌乱不堪，落在心里也凌乱不堪。碧蓝的天空之下，偌大的雁碑山安静得像是睡过去了一般。20支队伍，每队12人，200多人同时骑马进入山中，阵仗浩大。哥，帝江扯住缰绳，停下。过来做什么？我想跟你一起。不行。可是我担心。回去，不要让我说第3遍。帝寻牙关咬紧，他真的害怕，害怕失去唯一的亲人。哥，你一定要小心，这里非常诡异。知道了，去吧，别让我担心啊。好，我等你。哥。他不舍又难受地离开，越是往里走，越是安静。林子越来越密，树木越来越高，光线越来越暗，马也走得更慢了。帝江神情淡然稳重，一双眼睛却如同猎鹰一样，紧紧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。王爷，这林子太诡异了，走了一上午，连猎物的影子都没看见。越是平静，越是不平静，大家小心。是。夜幕降临，帝江一行人走在林中，已经完全看不见了。马也走了1天，累了。停下，就在这里休息。帝江观察周围的地势，一行人停下，将马拴了起来。没有生火，担心暴露位置。王爷，今天1只猎物都没有，您将就吃点干粮吧。元仓将干粮递给他，帝江接过，几个牛肉饼，还有1壶水。这一天过得似乎特别顺利。他仰头看着上空，茂密的树林遮住了大半的星空，只能从树叶缝隙中看到点点星光。陆九婉望着天上明朗的月色和星光，应该不会下雨。1天过去了，里面是什么情况？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。难道不是应该每天报一次谁谁谁捕获了多少猎物的消息？算了，睡觉。想来帝江也不会那么容易嘎了给他打1针丧尸病毒吧。不行，万一没有头的话也没用。古代人办事不都讲究一个提头来见吗？
他要是真的被嘎，也没有头了。陆九婉想着笑了笑，帝江那么强，不可能那么轻易就死了。雁悲山，第二日清晨，天色刚刚能够视物，一群人顺着马蹄往里面寻找，终于找到了一群被拴着的马，骑马的人却一个都不见踪影。跟丢了。跟丢了也没关系，他们所有行踪都在驯兽师的掌握之中。走。另一处，帝江已经带着人走远，一路行至下午。王爷，我们的干粮吃完了，必须要在夜晚来临之前先找点吃的。找个地方休整，找点吃的。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寻找林中可以食用的野果和植物。夜幕来临之际，终于找到一处深潭，在里面捉了几条鱼，在林中的每一天都是消耗。帝江猜到对方各有意先将他们熬垮，精疲力尽之后再伏击，胜算更大。现在就看是他们藏得好，还是对方找得快。简单吃过一顿之后，开始休息，恢复精神。陆九婉手中的书好久都没有翻一页，今晚是第2页了，还是没有一点消息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挂心新帝江的生死，还是在等一个结果。他要做自己的打算。如果他能平安回来，他就继续做他的王妃，相安无事，直到吴影门找上门清算他，因为他没有完成任务，甚至他们都已经猜到他叛变了。到时候他就收拾东西离开。如果他没有出来，那他的会是什么下场？王爷死了，他作为没有孩子的王妃，很可能会去守灵，但是这是普通人的下场，他很可能会被当作知道秘密太多的人处理掉，左右好像都不是一个好下场。他现在等的似乎只是一个离开的契机。帝江轻闭的眸子唰地睁开，来了。原本沉睡的众人霎时醒过来，睁开眼，清醒的像是没有睡过一样。咻咻咻！王爷，狼群！王爷，有蛇，小心！王爷，还有2只老虎！王爷！狼群、蛇群、老虎、熊、豹子，就连高大的树上也站着矫健的雄鹰和飞鸟。一时之间，好像这森林之中所有的飞禽猛兽都集中到了这里，他们被一群猛兽围困了。把蛆虫粉撒在身上，跟紧本王别散开，先冲出去。这么多野兽，光杀肯定是杀不完的，只能逃。老虎是森林之王，身边没有其他动物敢接近，2只老虎的方向就是最好的逃离方向，其他的地方动物太密集了，很难冲出去。帝江眼神肃杀，快速击杀近身的蛇虫。野狼们眼睛森绿，四处寻找切入口，等找到之后，压低身子奔跑着追寻猎物。他们速度极快，敏捷又狡猾。小心！野狼靠近侍卫，差点一口咬住他的腿。帝江敏捷地挥出一剑，锋利有劲的剑划过野狼的颈部，鲜血喷射出来，沉重的一脚将野狼踹出去，砸中另一头狼。侍卫也飞速反应，处理掉即将爬上帝江腿上的黑蛇。几人相互配合，朝着猛虎的方向靠近。猛虎浑身散发着绝望之气，口腔中蓄势待发，在挑选他们的猎物。在帝江他们靠近的时候，突然一个虎跃，口中发出骇人的虎啸声，庞然大物从高空压下，威力骇人。无论是被扑还是被他一掌拍倒，不是当场死亡就是重伤难活。他们和老虎打斗的时候，其他的动物是不敢全然靠近的。他这边刚结束，另外4人也相互配合着，将另外一头老虎创成重伤。老虎一个跳跃逃离。老虎不在，其他的在四周围观等待时机的动物们蜂拥而上。帝江一行人用最快的速度逃离原地，他们跑，动物的速度也不慢。丛林中、树上、地上、天上全都追着他们，只能一边逃一边清理跟上来的。帝江在最前面，用最快的速度分辨哪里是最好的路线。他脸色冷静，只有冷静才能找到出路。前方森林左面稀疏，右面茂盛。往前，原本黑压压的森林越来越亮，帝江隐约觉得不好。前面越来越空，越来越亮，直到他们跑出了林中。悬崖，是悬崖，猝然停在悬崖边上，往下一看，深渊不见底，人根本不可能从这里下去。帝江的脸色骤然一冷，这里没有任何遮挡，很快大家就陷入了绝境。侍卫中已经有2人倒地不起，没了气息，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手臂受伤的人，其他人身上也是大大小小的伤口，狼狈不堪，身体的力量在减弱。
帝江一边击杀不停碰撞上来的野兽，一边不停地想着逃脱的方法。若有似无的笛音入耳，帝江心头一动，想到前2世林中的静谧和今世群兽围攻都不对劲。帝江一路顺着声音的来源找去，越来越清晰。他一个借力飞跃上树，借着高处的视角，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来源。视线穿透密林树叶，捕捉到一群暗中窥视他们一切动静的人。其中一人身穿蓝色长袍，正吹着手中的长笛，笛音悠扬，操控着远处的野兽不断地朝着悬崖这边赶来。果然是控兽师。顿时帝江眼中杀意闪过，他悄无声息地转换地方，就像一只从小生活在丛林里的动物，灵活敏捷，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不断靠近，最终隐匿在其中。他调整位置，拿出弓，搭上箭，笛音戛然而止，长笛落地，蓝色长袍御兽师轰然倒地。他身旁的人受惊，抽出长剑，四处张望，怎么会被发现？明明隔得这么远。冲！趁现在杀了他们！帝江站在树上，手中的弓箭再次搭上，一箭又一箭，箭箭精准，每一支箭都是一条人命。直到他手中的箭用完，原仓这边所有人身心俱疲，这些野兽怎么也杀不完，死了一只又来一只。突然，这些动物像是信号被切断一样，愣足了1秒，而后受惊的逃离原地，正好和朝悬崖来的一群人撞上。那群人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悬崖没赶到，帝江还没有见到，先见到了一群猛兽。他们忘记了，没有御兽师在，野兽就是野兽，人类在他们的眼中就是食物。帝江赶回悬崖边，腰上插着一根长笛。原仓等人刚处理好死去同伴的尸体，带是带不走的，只能就地掩埋了。此时天幕已经缓缓拉上，黑夜即将来临。帝江默默看了2眼被随意安葬的侍卫。这里都是动物的尸体，那些野兽很可能还会带着更多的同伴回来，得尽快离开这里。原仓几人也顾不得沉浸在失去同伴的悲伤中，带上一些猎物作为食物就离开了。他们个个身上都有伤，精疲力尽，只想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休息。陆九婉听着林间的夜鸟叫声，知道里面一定发生了什么。帝玄翼的营帐中，一人匆匆前来，对着他说了几句。驯兽师死了？那他怎么样了？来人埋着头，小心翼翼地回答：还活着。都是废物，3天了，人还好好的，加派人手，无论如何还是像之前说的，不能让人活着回来。是。帝玄翼怎么也想不清楚，一个都中毒吐血的人，怎么在里面坚持3天都没事？天色将明之时，人影鱼贯而入，进入燕碑山，窸窸窣窣的声音靠近。帝江虚地睁开眼，来了。他早就猜到不会这么轻易就过去了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听声音，人数还不少。原仓等人也快速清醒过来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一味的只凭蛮力是不能取胜的。走。帝江带着几人快速撤离原地，后面的人察觉到动静，忙追了上来，直到追出了森林，到达了空旷的悬崖边，他们周人停下。悬崖上众人顿时一愣，狼群全是正在低头进食的狼，众人心头一凉。走。然而一阵悠扬的笛声自身后丛林中的高空传来，原本已经放松警惕的狼群突然进入高度警惕的状态，龇牙咧嘴，身上的毛发也竖了起来，然后奋不顾身地冲向了前面准备撤离的人群。惊慌恐惧，哪里来的敌音？为什么同样能够操控野兽？这些野兽是想干什么？攻击他们吗？这群人没有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逃离，毕竟他们人也多，也不确定是哪个控兽师。这些兽也许是发现了帝江他们的踪迹，被敌音操控要去追他们。思绪不过转念的一瞬间，风驰电掣的狼群已经冲入他们内部，张开狼嘴撕咬，直到有人真的被咬住了，才明白这些野狼真的是来攻击他们的。大家这才慌忙作战，领头的人往后撤，看向身后敌音来源处。丛林边上的大树上，帝江一群人隐匿在上面。他们在那，杀了他们！脱不开身的人对付狼群，其余的人全都冲进林中。原仓等人迎战，他们护住王爷，不让人靠近。帝江一身淡然，眼含肃杀之气，口中不停地吹着长笛。他当然不懂如何控兽，但是懂得如何吹笛。
昨日控兽师吹出的音律被他牢牢记住，今日不过是照搬模仿。也许同样的音律他吹出来根本不能控兽，但是狼群天性记仇，昨天他们那么多的同伴被屠杀，这些仇恨被他们深深记在骨子里。此刻听见笛声，见到人类这些他们的仇人，顿时恨意和怒意挤满胸腔。所以笛音起到的效果不是控兽，只是唤起他们的记忆和仇恨。很快元苍等人就解决掉了这群人，而另外一边狼群和人两败俱伤，只有寥寥几人和几匹狼还好好的站着。三个人同时对峙一头体格异常强健的灰狼，它异常凶猛难对付。狼的腿上已经受伤，只是眼神仍然锐利，面色异常凶残，誓死不屈服。眼见一人手中的剑就要刺进狼的腹部，笛音停止，并伴随一阵低微但急速的风声，他的剑还没有刺进狼腹就已经落地，伴随着他的身体，另外两人反应过来，但是帝江的速度更快。帝江一眼都没有看，转瞬之间死在他剑下的三人，他的视线正和这头受伤的狼相对。狼目视着他，退了半步，没想到会有人来救自己，三个强大的敌人一起杀他，他都做好了死前也要咬死敌人的准备，此刻似乎安全。他冰冷的眼神注视着帝江，确定他没有对自己动手的打算，视线绕了一圈，只有几只苟延残喘的同伴。又转回视线看着帝江，确定帝江对他没有杀意，他跑到同伴面前绕一圈，带着几只狼离开。元苍等人也回到了帝江的身边，他捂着手臂。受伤了？帝江问他。王爷，我没事，小伤。这头狼竟然不攻击你。帝江转向看狼，他们快速消失在林子里，估计是看自己救了他，把自己当成是救命恩人了。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。第4天啊，明天就可以出林了。他应该还在。他望着林中遥远的方向，半晌收回视线。走。灰蓝的天空下是广阔无边的深深密林，穿透树叶能看见一大批黑衣人汇聚在一起，其中一人站在所有人的前面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并带着威胁。这次出动了这么多人，却连根头发都没有伤到，任务屡次失败，主人非常生气。底下是一片死一样的沉寂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质疑反驳，因为没有用。主人交代过，这一次的任务必须完成。底下的人沉默地听着，他们不是不想完成任务，谁不想活命？但是对手是王爷，真真实实在战场上抗战2年并屡战屡胜的人。既然正面对上没有胜算，那就只能用最后一个办法了。夜色一点一点的消散，天空慢慢变亮。守夜的是元苍，他闭着眼听着周边的一切动静。这一夜格外宁静。突然他轻闭的眸子骤然睁开，帝江同时也唰地睁开双眼，清醒的眼神像是没有睡过。两人同时站起来，望向远处，亮光将黑夜都照亮的亮光。王爷，起火了。元苍脸色严肃，正睡着的几人听到元苍的话全都醒了过来，并迅速站了起来。帝江视线逡巡，找了一棵高大的树，身轻如燕的纵身跃上树，爬到了最高处，往火光方向看。远处火光冲天，元苍等人也爬上了树，他们个个脸色都有些不好看。那条火带几乎将他们隔绝在这边，推入了火海，而这边的尽头是悬崖，这是将他们都逼上绝路了。帝江回忆着走过的所有路，却发现难以找到一条生路。这时候只能找个空旷点的地方搏一搏，他当下做了决定。走。元苍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主意，听到王爷的话，虽然不知道王爷到底是想到了什么办法，但是他们却无比信任王爷一定会带他们走出去的。一处深潭旁，帝江停了下来。围着这处潭水，将周围的树木全部砍掉，范围越大越好。听了王爷的话，大家瞬间明白了王爷的意思，这是想要造成一片安全区来。大家顿时眼睛一亮，还是王爷有办法，于是片刻不敢耽误，纷纷动起手来。茂密的森林，火势走得飞快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惊天动地的山火燃烧周围的一切，席卷着越来越近。陆九晚走出营帐，外面亮如白昼的火光，站在这里也能感受到脸上被燎得热辣辣的。他的心莫名沉了一下，放火烧山。如果那边有生路的话，地玄翼的人绝对不会放火，多此一举。放火只有2种可能，
一个就是帝江已经死了，放火是为了处理尸体；另一个就是他们将帝江围入了绝境，放火是他们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胜算。不论如何，帝江这回几乎没有活路。放火的事情处理好了没有？已经找到了戴罪者，死人没办法开口，皇上放心。确定那边没有出路？属下确定，那边是万丈深渊，想要逃，除非跳下去，也没有活路。跳下去，顺着悬崖爬下去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朕这个皇叔本事非同一般。来人！外面的侍从很快走了进来，恭敬地听任吩咐。让刚刚从林子里出来的人全部过来见朕，召集所有士兵，朕要派人进去找皇叔。很快，所有人接到命令都齐齐过来，跪在帝玄义的营帐外。他们只顾着逃命，谁也不会管谁。这会儿听说靖王还在里面，大家的心顿时就慌了。这要是皇上怪罪下来，身后是齐刷刷站着的士兵。除了朕的皇叔，还有谁没回来？皇上，臣的犬子还没有出来。他几乎绝望了，心中跟明镜似的，都出来了，就王爷和自己的儿子没有出来。这山火怎么烧起来的？总要有一个名头，总要有人担着。谁让他占靖王呢？他心痛不已，悔恨交加。帝王之争，死伤在所难免。但是皇上也太狠心了，竟然放火烧山。这火一直烧下去，不知道会烧到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会不会造成百姓损失。这边没有接壤百姓，但森林的另一头是何种景象无人得知。若是山里有居民，岂不是都得葬身火海？帝玄义面色悲痛。让你们去狩猎，你们却犯下如此滔天大祸，竟然在林中放火。如今你们都平安无事的回来了，而朕的皇叔和李爱卿之子却还在里面生死未卜。朕的皇叔不仅是南晋的王爷，也是南晋最大的功臣。朕命令你们前去拦截山火，一定要找到晋王。众人不敢违抗命令，很快这群人就前往林中。山火火势太大，温度高，人根本没办法靠近。帝江才发现自己低估了这山火的威力。这山火燃烧起来短暂时间就不会停，若是将这深潭包围住，就算他们躲到水中，也不一定能存活下来。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只能搏一搏生机。就在他转身准备继续砍树的时候，一匹狼从他们砍过的林中慢慢走出。他安静地看着帝江，帝江也安静地看着他。他认出来了，这是那天他救的那头。一人一狼对视一会儿，狼突然掉头离开，脚步不急不缓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走了一会儿，帝江见他停了下来，转头看向自己。帝江福至心灵，好像明白这狼的意思了。停下！元仓等人听到王爷的话，停下动作，看向王爷的方向。狼，王爷，是昨天您救的那匹。过来，跟上他。说着，他跟随狼而去，同时观察着狼的意图，警惕他是否来能带自己找到一条生存之路。狼见帝江跟来了，加快了脚步。这狼来报恩了。报恩也要有出路才行。别废话，王爷让跟上，快点！在狼的带领下，几人朝着悬崖方向而去。山火从第5天凌晨一直烧到晚上都没有停，火势蔓延。陆九晚这一天都是安安静静的，时不时走出营帐看着林边发呆。他只要一想起来帝江被烧死的时候痛苦的样子，就觉得有点难以接受。大火烧到了第2天早上，帝玄义愤怒又痛苦的撤离，临走之前留下了重兵把守。晋王是南晋的大功臣，活着朕要见人，就算是死，朕也要将皇叔的骨灰带回去好好安葬，绝对不会让皇叔葬身在这荒山野岭之中。陆九晚上前行礼。皇上，我想留在这里，王爷生死未卜，我一定要亲眼看见王爷才甘心。我相信王爷一定还活着。皇上觉得皇叔还活着？是。帝玄义的脸色不经意间变得有点难看。好，那皇上就留下，一定要替朕亲自找到皇叔。是。皇上走了，帝江死了，他留下来只是为了更好的跑路。你们别跟着我，我想自己走走。他单薄的背影落在身后白珠白桃的眼里，似怀念，似悲伤，似孤独。两人顿时红了眼眶。王妃该有多伤心啊！王爷那么宠王妃，现在王爷没了，
王妃肯定伤心欲绝。是呀，没有了王爷的宠爱，也没有孩子傍身，只剩下王妃一人，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。唉，怪只能怪闭嘴，这事我们知道就行了，不能拿出来议论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。可是就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同样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两人也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感慨。陆九婉一路向前，却突然陷入迷茫。他驻足，迷茫的双眼四周逡巡，天地之大，他要去哪里，去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空荡荡的心里像是一口没有水的枯井，扔块石头下去会有回音。可他现在对自己问话，却没有得到回答。他被帝江养懒了，也习惯了过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还有美男伺候的日子。啪嗒啪嗒啪嗒，陆九婉鼻尖上落了一滴水，他仰头，下雨了。珊珊，你他妈来迟了！姗姗来迟的雨越下越大，陆九婉看向燃烧的森林，这会儿上空冒着白烟，他转头继续走，可每走一步，疯狂的脑子总是浮现帝江奄奄一息等待救援的模样，是他没见过的可怜样儿。陆九婉甩了甩脑袋，死鬼，估计是死太惨，怨气太重，现在来缠他了。可能是从小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优良品质吧，知恩图报，帝江对他还不错，去找找，万一活着就救他一命，万一死了就把他埋了，省得他怨气那么重纠缠自己，要不也让他穿越重生吧，去斗斗丧尸。陆九婉佩服自己，这时候脑子还会跟自己开玩笑。悬崖半空，一个巨大的石洞中，帝江望着洞外的大雨，算着时间，这是第6日了，帝玄义应该已经回宫了，外面的林中一定还会有人在寻找他的尸体，他一定会派人来找的，找不到自己的尸体，他不会安心。外面的雨不断的落下，接连不断，形成了雨帘，雨帘中又形成了一张生动俏丽的小脸，他片刻失神地看着，心变得浮躁难安。收回视线，看着在山洞中沉睡的几人，安心休息了一夜，他毫不犹豫将人喊醒。起来，该回去了。他们顺着一个斜面向上，顺着通道前行了许久，终于到了悬崖顶部。帝寻再也掩藏不住，一边焦急又害怕地寻找着，一边泪水顺着雨水不停地流。前面地上几具被烧黑的尸体让他猛地顿住脚步，心脏似乎都揪了起来。他害怕了，后悔进来了。小王爷，不是。帝玄猛地泄了口气，呼吸急促，继续往前。只是没过多久，就见前方雨幕之中几道身影朝这边来。帝玄呆滞地站在原地，大雨，无数漆黑的树干如鬼魅，根本不可能看清谁是谁，但他心跳却像是不会动了一样。是他哥，一定是他，有感觉。奔跑着朝前方而去。帝江见到有人朝这边跑来，警惕认真地辨认着，是小寻。见到亲人，恍如隔世。见帝寻一脸哭相地跑来，他叹息一声，停在原地。帝寻根本说不出话，冲上来就抱住人。哭什么？这么大的人了。帝寻不敢开口，开口就是哭腔。行了，回去再说，有人来了。帝寻马上松开，憋着哭，一脸倔强。王爷，王爷，您还活着。见到两人，帝江本就隐隐不安的心越来越强烈。王妃呢？王妃进去找您了。什么时候？几个时辰了。他们到处找，都在这里面迷路了。让你们照顾好王妃，你们把她弄到林子里来了。两人肩膀一抖，瑟缩着。白桃抖着胆子说：王妃担心您的安危，日夜难眠，坐立不安，又燃了大火，王妃太担心您了，借着散心的由头摆脱了奴婢和白珠，奋不顾身的进林子找您了。你们亲眼看见她进来了？是，王妃今日穿着一身黄色衣服，远远就能看见。你们先回去，本王还活着的事情先瞒着，别走漏风声。他说完就准备往回走，帝玄拦住他：哥，你要进去找他？人家说不定就是进去确定你死没死的，没死再补你一剑。好不容易活着出来了，里面那么多人还在到处找你呢，都是要杀你的呀。他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谁知道他是不是装的？哥，别去，他能进去就能出来，等他自己出来，咱们在外面等着不是一样的吗？行了，你先回去。
我也和你一起。他现在是不想让他哥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了，害怕的后劲儿还没过。不用，人多容易暴露。说着独自往林中去，很快消失在众人眼中。帝寻咬牙切齿，该死的陆九婉，你的心最好在我哥这里，要是敢背叛他，我第一个杀了你。走。陆九婉出了林子，到了悬崖边，这里看似空旷，但是却并不适合避火，不够大，周围灌木夹杂，林中边缘风也大。他转身准备离去，身后一道高大的身影蓦然闯入他的视线，心脏突地停跳一拍。帝江，你死没死啊？帝江朝他走近，站在他面前，低头深深注视他，牵着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。陆九婉感觉到他胸口的强烈跳动，他摸到心跳，脸色都亮了2分，抬头欲说话，却被重重吻住。他一手将他大力地按在怀里，一手握住他的脖子，热烈地吻他。陆九婉紧咬着牙关不松口，他只能反反复复碾压吮吸他的唇瓣。这几天心中的焦急也在此刻得到了排遣。结束亲吻，紧紧抱住他。看着本王死，不是让你在营帐中等着本王，乱跑什么呀？看看你死没死？死了吗？找到你的尸体，把你埋了。现在呢？没死就没死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回去吧。帝江却唇角一弯，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。别走，天黑。话未说完，林中边缘突然出现一群人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他们招呼身边其他人，所有人很快逼近，不敢相信帝江竟然真的还活着，这么大的火都烧不死他。帝江眉头一蹙，将陆九婉牵到自己身后。他们人很多，你杀不完。这林中全是帝玄义的人，他这次带的兵全是他的亲信。别怕。我没怕。满天大雨中，漫天白烟的悬崖之上，一人对战20-30人，刀剑相拼，撞击声被雨声掩盖。陆九婉看着帝江如同嗜血的鬼魅一样，动作利索敏捷，招招不落空。这些来要他性命的人一个个倒在他的身旁，血液飞溅在他的脸上，他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手中的剑如同闪电出击。雨水将他的脸冲洗干净，周身的人也倒完了。他手腕一转，收起剑，雨幕中如同堕落的天神朝陆九婉走来。可刚走了2步，他眉头一蹙，头微微一偏，比刚刚要多好几倍的人正迅速朝这边涌来。你过来。别担心。我叫你过来，快点儿。帝江朝他走过来，认真地告诉他，这里跳下去会死，这些人。巨大的响声让帝江缓缓低头，顺着他的手看去，他的手中握着一个黑色的物体，再看向身后不远处已经倒地的3个人，明显没有了生气。他平静的面色下，内心有些震撼，威力如此强大的暗器从未见过。抱紧我，跳下去。跳下去的话，非死即伤，你要先做好准备。在这里，本王还能和他们搏一搏。别废话，跳，保你不死不残。搏一搏，搏个屁！刚刚看他和那些人对抗，都微微有点吃力了。这段时间没有吃好休息好，精神不恍惚就不错了。对阵这么多人，不死也重伤。帝江这回没有再质疑他了，掐着他的腋下，将他往上一提，双腿架在自己的腰上，紧紧抱住。敌人已经近在眼前，陆九婉举着手中的枪，靠近的人纷纷中枪倒地，而他们也突然失重，从悬崖上跳了下去，落入峡谷之中。呼啸的风声在耳边响起，坠落的速度很快。这群人很快冲到悬崖边上，他们往下望，却已经不见了2人的踪影。陆九婉将枪收回空间，认真观察着下方的地况。帝江抱紧怀中的人，这一刻没有害怕和恐惧，没有怀疑陆九婉的话，安静的像一个听话的孩子。很快感觉到陆九婉在他的怀里动，一阵动静，他们坠落的速度突然一顿，然后缓缓下落。他仰头，只见他们上方巨大的紫色伞状帘布被绳子拉着。陆九婉秘密永远比他想象的要多，可他却没有因为他隐瞒了自己太多的秘密而懊恼和生气，心情反而前所未有的畅快。
因为他确定了一件事情，陆九婉的心向着自己。一个这样厉害的人，说他还是地玄翼的人，要杀自己，可能他有的是办法。对于他的神秘本事，他再也不会小觑。好啊，在天上飞，没见识过吧？古代人。有机会带你飞更高。好。陆九婉略得意地别过头，继续观察下方的情况。下方峡谷的情况越来越清晰，峡谷崎岖，中间有一条长河，两侧是高耸的不规则山壁。观察了一圈，只有一个地方比较平坦宽阔。陆九婉控制方向朝这里去。看下面，要落地了，我们要落在那片空旷的地方。你看清楚，有危险的话注意避开。好。帝江看向下面，降落伞缓缓落地，落在了空旷处。天快黑了，找个地方今晚留宿。好。帝江放开他，朝自己刚刚看到的崖壁上山洞里去。山洞离地面有些高，帝江借力2步跃上了石洞口。洞口不宽，但是内部光线能看到的地方很宽阔，里面似乎还有空间，但是光线太暗看不见。他往里走了走，很黑，没有动物的气息，安全。他出来站在洞口，河里的大伞已经不见了，估计被他收起来了。陆九婉正朝着这边来。怎么样，能住吗？可以。他弯腰朝他伸手，一把将他拉上洞口，摸了摸他湿润的肩膀。在这等我，我去捡点柴火过来，很快的。陆九婉一边点头一边打量着洞里。等帝江走后，他摸出一把强光电筒，开关一打开，整个山洞亮如白昼。帝江远远看见山洞亮了起来，忙喊：陆九婉呢？帝江听见他漫不经心的声音，知道他没事，放了心。没事，小心点。帝江继续捡柴火，他做什么都很快。他现在浑身都是湿的，必须快点把身上的衣服烤干。陆九婉拿着手电筒往里走，洞口处宽阔，往里越来越少，光线所照到的地方皆是石壁，山洞很深。进来暖和，却没有窒息憋闷的感觉，对面一定是通的。他没再继续往里面走，走了出来，站在洞口看帝江。他一边扛着一大捆柴火，一边拖着一根很粗的干树干回来了。让开些。他将肩上的一大捆柴火扔了上来，外面大雨将柴火都打湿了，落地的时候很沉重，偏偏他随手一扔，看起来轻得很，又将树干扔了上来，转身继续回去。还要做什么？陆九婉问。去折些松枝，晚上垫着睡。陆九婉蹲在洞口等他。帝江很快就回来了，拖着很大一棵松树。陆九婉有时候觉得帝江很文雅，有时候觉得他像个莽汉。进洞，两人将松枝折下来，铺在避风的石壁前。火堆紧挨着两人铺的床。这么湿，怎么点燃？墙壁上的地藓都是干的，多弄点就点燃了。他去洞壁上搜刮干枯的地藓。帝江生活简单粗暴，渐间和石壁撞出火花，点燃草藓。洞内很快就燃起了火堆，只是柴火没干，烟气很大。帝江，你搞什么？这么熏，我都要变成腊肉了。帝江往后撤了撤，也被熏得不行。等等就好了，很快。快点弄燃！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连生个火都不会？陆九婉，你给本王闭嘴！脾气真差，还不让说了。他爬得远远的，坐在床上盘着腿，扇着眼前的烟。帝江狼狈地起身，又弄了些草藓来，才让火堆彻底燃了起来。火燃烧，洞内被照亮，也温暖了很多。帝江把2件外套脱了下来，在火堆上空架了2根柱子，将外套放上去烤。陆九婉蛐蛐他：就只烤你的衣服。帝江唇角弯着：干了给你穿，看点衣服，别燃了。我去抓条鱼过来。哦。外面的雨还是很大，天色也越来越暗。帝江的身影消失在洞口。他堂堂一个王爷，遇见陆九婉什么都要亲手做，却完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，目标坚定地朝着河边去，看上去怪可爱的。陆九婉思索着是不是应该从空间里搞点衣服和食物出来，但是想想还是算了。虽然在帝江面前暴露过，但是他都没问，也可能是还没有时间好好问。虽然空间抢不走，但是他还是不要过分展示实力了。不过等会儿烤鱼，他想想，从空间里拿了包烧烤料出来。快烤熟的时候加点烧烤料。
你哪来的这些东西啊？哼，变出来的。他不想答，他也没再多问，问多了他跑了。他找不到，鱼烤到半熟，帝江撒了烧烤料，放在火上一烤，烧烤的香味顿时弥漫整个山洞，很香，很馋人。这是帝江没有尝过的味道。陆九晚一天没吃东西，早就饿了，垂涎地看着越烤越香的鱼。帝江仙眸看着他的样子，有些好玩。从前觉得他神秘、深沉、孤独，难亲近。即便两人曾经多么亲密，下了床他照旧潇洒恣意，似乎他只是他生活的调味品。但是越了解他越发现，他其实也挺单纯的。给，小银鱼刺，慢点吃。陆九晚迫不及待地接过，好香好烫。见他要下嘴去咬，帝江忙阻止他。烫，给我。帝江从他手上拿回鱼，修长的手指将鱼肉剥出来，捏着鱼肉喂他。陆九晚看他，又看他手中的鱼肉，张嘴吃下。鱼肉香嫩，但是里面的肉少了点调料的味道。蘸点酱料。帝江也不在意他是不是问题多，像个麻烦精。白嫩的鱼肉沾了点调料喂给他。陆九晚脸色果然满足多了。好吃。好了，不烫了，给我自己吃。这把年纪还要人喂，搞得我像个废物。帝江眼中染上笑容，他觉得以后的女儿也不一定是调皮的，有可能像他现在这么乖。摸了下衣服，干了。他取下来，移了个位置，坐到陆九晚身边。把衣服脱了穿这件，你的衣服烤干了再穿。我这个也快干了。脱下来。陆九晚瞥他一眼，扭头侧身去解自己的腰带。山洞内微黄的火光在跳跃，此时外面已经全黑，只能听见外面不停歇的雨声，偶尔几声动物的叫声。洞内两人。帮我，不好脱。他露着肩膀对着他，不能让他一个人尴尬。帝江手指轻捻。好。他往他身后靠了靠，他很高，坐在他身后能看到他面前的风光。陆九晚缩了下肩膀，这短短6、7日的时间过得无比漫长。此时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生涩又陌生。怎么了？陆九晚没见过他像今天这么温柔撩拨，好主动，一时之间心猿意马，非常想做。帝江呼吸一滞，心潮翻涌。他了解他，陆九晚想要的一定会得到，便依着他，也依着自己的心。山洞的温度逐渐上升，外面一片漆黑，火堆已经快要燃尽。帝江狠心将他放下，衣服已经干了。他拿着自己的里衣到外面打湿了回来，给他全身擦拭一遍，穿上衣服和袜子，加了柴火，又去洗了里衣，晾在火堆旁。听着外面的雨声渐渐停止，感受着他在身边沉睡的宁静。昼夜轮转，黑夜渐渐被涂白。陆九晚也没怎么睡好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限制了他自由活动。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人家的小腹上，身躯缩在人家双腿中间。他坐起来，帝江也随之睁开眼。醒太早了，没睡好？他倒回他的胸口，继续闭眼。帝江抱着他躺下，天亮了不用看着火，睡一会儿就醒了。两人再次睁眼的时候，洞内有阳光照射进来。晴天？陆九晚觉得有点恍惚，昨天还是倾盆大雨，今天就艳阳高照了。坐好别动，给你梳头发。自己会梳吗？你会？试一试。他手拿金钗，左右打量着他浓密柔顺的长发，手指拨弄了半天，有点无从下手。不会算了，我自己扎。帝江放弃，他只会插发钗，不会挽头发。趁着他起身收拾之际，陆九晚从空间里摸出一根黑色的头绳，3两下将头发绑成了一个高高的马尾。帝江转身，见此有些愣住，转而有些好笑。他梳了个男子的发型，英气不少。帝江又去抓鱼了。陆九晚站在洞口，阳光洒遍山谷，水面波光粼粼，鸟声清脆。美好的一天，两人吃完早膳，陆九晚就提议：昨天我进那里面去看了一下，感觉到了风，估计有另一个出口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太黑了，看不见，容易碰见毒虫。陆九晚往身后一摸，拿出来。帝江不明所以，他又变了个什么东西出来。陆九晚打开手电，本来就亮的山洞瞬间像是装了个太阳。帝江终于知道昨晚山洞为什么亮起来了。这是何物？怎么突然这般亮？强光手电筒。你到底是谁啊？
怎么什么都有，还能变出来收回去的？救世主陆九婉。帝江心想，算了，以后他就算变个大活人出来，他也不会震惊了。有点本事也好，回去还有一场腥风血雨要面对。正好省了火把，走吧。他牵着他，两人进了山洞。这里面只有一条道，不会走错。山洞的通道不算窄，但是很长。两人走了很久，久到感觉这里根本不可能出去的时候，终于见到了一丝亮光，加快脚步朝前，到达洞口。下了山洞，两人沿着山岭往外走。微风吹过，树叶摇晃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一黄一黑两道颀长的背影向前走着，斑驳的光影打在两人身上，温暖又宁静。陆九婉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，看见松枝扣下来捏一捏，看见蘑菇捡两朵，一副自由自在出来春游的样子。帝江停下来，回走两步，牵住他的手往前走。任他这样，2天都走不出去。猕猴桃！帝江被他一扯，望去，见松树上缠着猕猴桃的藤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棕黄色毛茸茸的猕猴桃。他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他，去摘。帝江心想，也只有他敢这么随便吩咐自己。好。摘熟的有没有啊？有。地上全是松软的针叶，猕猴桃没有熟透，扔下来也没事。他摘了几十个扔在陆九婉身边，便跳下树。陆九婉用裙摆兜着猕猴桃，两人边走边吃。他负责兜，他负责剥了喂他。这回走得更慢了，吃了几个，陆九婉才是吐舌头，难吃。帝江的脚后跟被什么砸了一下，低头发现一颗猕猴桃，刚抬眼，另一只脚又被砸中。你很无聊吗？陆九婉手里捏着一颗猕猴桃，摇了摇头，认真地说：没有啊。两人一路走到傍晚，终于看见了山沟里的住户。从村里路过，正是待除晚归的时候，村里人多，见到两人都停下来，防备又好奇地打量着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哪里啊？陆九婉不惧怕被打量，正好问路。杏仁村。被问的是一个扛着锄头的大爷，上上下下打量两人，满脸都是想不通。他们村偏僻，很少有外人来。知道吗？陆九婉问帝江，帝江摇头，这种地名太小，他不知道。有没有马车送我们出去？给钱。陆九婉不想走了，昨天走了1天，今天又走了1天。一说钱，大爷脸上所有怀疑好奇一扫而光。有，多少钱呢？咱先说好，这里离城里远，没有100文这是办不成的。到了都天黑了，到时候怎么也要个住宿吃喝的，那不亏吗？生怕错过这单生意，大爷一口气把原因也解释了。在这山里能有个挣钱的机会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！行，没问题，现在就送我们出去。稍等，贵客稍等啊，坐骑还在山上，马上就来。2位先生在这里等等啊。陆九婉两人坐在这里等了好一会儿，看着为数不多的住户家家户户开始冒炊烟。这里是偏僻落后的村子，在这里生活与世隔绝，孤独又寂寞。但此刻炊烟、米饭香、炒菜的滋啦声，村口跑来跑去趴在石墙后偷偷看他们的小孩，充满浓浓烟火气。等了许久，终于听见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，两人朝那方向一看，大爷正欢喜地牵着一辆牛车赶来。来了，2位久等了，快上车，不耽误时间，天黑以后就能送你们到镇上。两人默契的对视，又默契的看向大爷。马车呢？这不是牛吗？你看我像是分不清牛马的人吗？大爷一脸你不懂。这牛车马车都是车，你们坐后面又不是坐牛身上，怕啥呀？陆九婉心想，这狗大爷也是个坑人精，坐牛车也忒没面子了，特别是帝江，人好歹堂堂一个王爷。见两人犹豫，大爷又开口劝：2位贵人呐，我们杏仁村找出牛车来，已经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，谁家买得起马呀？那都是贵重家当了。坐吧，牛车村里独一个，这辈子没坐过牛车吧？嘿嘿嘿，新鲜的嘞。
牛车有节奏地往村外走，后面的板车上坐着2个漂亮的年轻人。帝江本来不想坐，他还能走，但是陆九晚不肯，一个人坐牛车多臊得慌。怎么样，我这牛车结实吧？我驾车技术好，坐过的都说好。呵呵呵。大爷自满，两人没接话。一路上经过了几个村，引来不少打量。天黑的时候，两人终于被牛车送到了镇上。给钱。你给。我没有，你便给他。他仰着小脸看着他，两人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，互相看着对方充满笑意的眼睛。别光顾着笑啊，你们俩谁给钱呢？大爷听到两人互相推诿，心里咯噔一下。陆九玩笑看着帝江，往袖子里摸啊摸。给，有多的不用找了。谢谢谢谢，祝两位贵人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帝江给他一个正眼，淡淡的点了下头。到了城里，帝江就仿佛鸟儿回了森林，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，进了酒楼，点了一桌子好菜，要了一间上好的厢房。小二拿了一笔钱，给他们带回来2套新衣服。夜深人静，帝江睁开双眸，轻轻拿开陆九晚的脚，起身走到窗户边。马路上，一群浩浩荡荡的骑兵正朝这边过来，看他们的样子，并不像是发现了自己的踪迹，所以这就是说，帝玄义在往南进城调兵。看来他是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就算自己这一次平安活着回去，他也还有后招。他走到屏风边，拿起衣服慢条斯理地穿好，然后俯身在陆九晚的耳边：我出去一趟，好好睡。陆九晚早在马蹄声哒哒哒的时候就被醒了，只是有帝江在身边，不用他操心，继续睡自己的觉。帝江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鸡鸣时分，看到床上仍然埋头睡着的人，心安的上床，躺在他的身边。竟然没死，还又让人逃了，废物，真是一群废物！属下该死。你们是该死，全都该死！克制，要冷静，还有机会。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跪在地上的人重复了一遍。王爷抱着王妃一起跳下了悬崖，王妃手中有一种从未见过威力十分强大的暗器，杀人于无形。他杀了士兵？是。好一个陆九晚，竟然真的敢背叛朕，很好，一个帝江，一个陆九晚。在城外拦截，只要发现他们两人的踪迹，就地格杀。是。酒楼内，帝江睁开眼，好久没睡得这么好，低头，怀里有个小暖炉。他早就醒来，用他的长发编了好几根小辫子压在自己头下。他头发太好，不压着辫子头儿立马就散了。女人才有小辫子，松了。不，本王妃的赏赐你居然敢拒绝，不知好歹。你想要本王，你的丈夫在外面出糗，陆九晚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啊？你懂锤子，本王妃在南京城时尚圈的身份地位，你一无所知。帝江争不过他，于是两人下楼的时候，帝江高束的长发中有几根细细的小辫子夹杂其中。你打算就这么进去？等一下你看那密密麻麻到处巡视的兵，会不会像在看自己的催命符？本王长得像不像你的催命符啊？你不要不听老人言，总会吃亏在眼前。再说这么多人打起来，旁边百姓被伤到，才倒了你们阿弥陀佛的霉。还会关心百姓的死活，王妃越来越贤良淑德了。当初看走眼的人是你，如今给我扣帽子的人是你。我陆九晚是救世主，这话请你记住，牢牢记住。帝江轻笑，对他的颠言颠语不予搭腔。你若是叫本王妃一声救世主大人呢，本王妃可以给你施以良计。帝江淡淡看了他一会儿，似乎在思索划不划算，然后才淡淡随意的开口：救世主夫人，救救为父，孩子还早。还你大爷个头，不死心的封建主义臭男人。2个法子，一声东击西，懂吗？把人引到别的地方去，你就可以轻松入城了。2，爬狗洞，我不会笑话你的，我保证。帝江心想狗嘴是吐不出象牙的，他抬手将他面前最喜欢吃的一道菜端到自己面前。开玩笑的。他又端回去。第2个就是光明正大回去，这个的话需要费点心神。说说。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没死，
要光明正大回去，还要让人在城门口迎接，阵势越大越好。帝江挑挑眉，这时一人进去酒楼，目光到处看了看，店小二积极上前招呼：客官，住店还是吃饭呢？来人左右巡视，面无表情地回他：找人。他径直绕过店小二，朝着目标走去。帝江抬眸扫过，来人上前恭敬地开口：少爷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事情办妥了。昨晚连夜找人到处大肆宣传，城内百姓现在已经都知道您还活着，王府的所有人以及许多大臣百姓都在城门口迎接您回去。说着，他眼神带笑地看向陆九婉。陆九婉挑了挑眉，默契：虽然，但是我还没说完呢。夫人请说。这些还不够，你回来除了对府里和你的亲信有好处，与其他人毫无利益，你得让更多人觉得你回来了对他们有好处，人家才会觉得事情和自己有关，才会真正的关心你是不是真的平安活着，这才是你的保障。夫人说的极好，请夫人指点。爽，你小子识相，知道在外人面前给老婆面子。所以呢，你必须是南晋的祥瑞之兆。你能从那样的熊熊大火中逃生，一定是因为你有神明护体，你在就是南京未来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的盼头。反正你现在都不用怕抢了谁的风头，得罪了谁，反正这于你来说好处多多。一个是你自己现在能够成功回去，二个是你在百姓心中形象好，人家投票都投你。什么投票？就是选定你的意思，相信你能给大家带来幸福，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。帝江听他说着说着快唱出来的音调，非常认真地思索了他的话。这回他总算靠谱了一点，尽管他看上去还是有点颠颠的感觉。陆九婉正一脸傻蛋，知道姐的聪明了吧的表情。去吧，按照夫人说的做。陆九婉对这人交代：一定要说的自己人都信，大家才会相信这是真的，一定是真的。他不敢抬头，只微微侧身，恭敬点头，内心对王妃生出佩服之情。是夫人。王妃这睿智模样，不像个会往火场里扑的人啊，咋会干那事儿呢？帝江又给他交代尽快完成任务，以及自己预计回城的时间，这人才快速离开城内。很快就流传着晋王是神明护体，是祥瑞之身，是南晋来年风调雨顺的象征。大家深信不疑，自己创造出了各种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和身边人。于是城门口的人越来越多，个个殷切地盼望着晋王回归，传入帝玄义耳中。放肆！这些人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朕？朕才是他们的神明，才能决定他们的未来。帝江就说他是自己的威胁，一点都没错。野心如此之大，竟然编造谣言笼络百姓，这可不像他会做的事情，一定是谁给他出谋划策。让人收手，放他回来。本来想杀他就不容易，还很有可能会在百姓面前暴露出自己。慢慢来，他还有办法。他努力恢复理智，转身去了慈宁宫。母后在后宫斗了这么多年，什么阴招狠招都用过。城门口从来没有围聚着这么多人。来了，王爷回来了，咱们的守护神回来了。人群中几人对视一眼，同时激动地高呼。他们是好演员，激动的声音非常有感染力。周围百姓也受到感染，纷纷热议起来，脸上是激动喜悦的表情。急骤的马蹄声越来越近，近了才看见王爷坐在高大雄壮的马背上，怀里还有个小女子被他紧紧护着。众人一时有点不解。是王妃，王妃对王爷用情至深，知道王爷身陷大火，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里去救王爷。一场大野，两个人都得救了，真是神明保佑啊！这般难得的感情，不愧是王爷啊，至情至性的大善人，是我们南晋的福气啊！其实这一次求猎失败，就是神明在挑选祥瑞之人吧？肯定是这样啊！对，不然那么多人都被大火逼出来了，就只剩王爷在里面经受考验。王爷比谁都厉害，怎么可能在大火第一时间逃不出来？所以一定是这样的。王爷现在是不负众望，成功身退了。本王能从夜梅山出来，是得上天护佑，降下及时雨。众人心头一震，王爷果真是神明护体。这一日之后，晋王府侍卫人数增加悄悄数倍，特别是云书院。王妃，宫里又来人了，说是皇后娘娘举办了赏菊宴，邀请您进宫赏菊。白桃啧一声，王妃病重，起不来床，
你们不知道？来人埋着头眨了眨眼。奴婢现在知道了。白桃傲睨着他，点了下头。下去吧，以后机灵点。是。小丫鬟将余光缩小再缩小，还是能看见不远处草坪树下用手绢盖着脸晒着太阳呼呼大睡的王妃。从燕悲山回来之后，陆九晚就过上了金丝雀的生活，锦衣玉食，礼物源源不断送来，堆积成山。帝将按部就班的上朝忙公务，仿佛燕悲山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做了场梦。帝玄义多番试探，他都像是个世外人一样，这也越发让帝玄义紧张起来。做大事的人都有极强的忍耐力，他能感受到的，他的皇叔正在蓄力。皇后不是要举办赏菊宴，可邀请了晋王妃？是啊，臣妾已经邀请过了，只是晋王妃卧床称病，还是不肯来。赏菊宴是皇上暗示他做的，在此之前还有其他各种宴会，目的都是为了让陆九晚进宫。帝玄义怒上心头，粗鲁地推开他。皇后一贯聪慧伶俐，这次却让朕屡屡失望。朕去清贵妃宫里坐坐解解闷。看着皇上离开的背影，萧子英难过又气愤。她是萧家的女儿，皇上的羽翼，有些事情她是知道的，燕悲山的事情她怎么也能猜到几分。只是她不理解，为什么非要请陆九晚入宫。皇上一脸不开心，是在哪里受气了吗？帝玄义握着他的手叹息。没有，刚从皇后那里过来，听她抱怨了2句，朕听着心烦。谁还敢惹皇后娘娘不开心啊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女人间的小事儿。说几次3番邀请晋王妃，晋王妃都不肯进宫来，本是关心，晋王妃却不肯领情，她心里很不快。听说晋王妃回来一直卧病在床，皇后娘娘若是真的那么想见晋王妃，臣妾有一个主意。还是爱妃聪慧，既然你也有主意，便替皇后分分忧。朕只想看到你们每天笑颜逐开的样子。叶云轻笑着应下。雨夜，帝将从马车上下来，接了伞朝云书院走去。陆九晚早已经梳洗完毕，半躺在床上，听见熟悉的脚步声，忙将手里的平板扔回空间，拿起枕头边的书佯装看了起来。帝将带着满身语气，只站在外面撩开了纱帘往里看，见他装模作样的沉浸在看书中，见到他浑身疲倦消了大半，轻笑一声，声音略带戏谑。书拿到了。陆九晚淡定的抬眼。你不懂，我最近都在练习看倒数。练习这门神功是为了…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癖好，你还不是一样？他感兴趣的走了进来，俯身看了眼他手里的书。他之前就见他手里拿着个能出声音的东西在看，每次等他靠近他手里又空空如也。燕悲山之后，他确认自己曾经没看错，他就是变了个什么东西拿在手里看。说说，本王有什么小癖好？本王喜欢横着看书。陆九晚勾唇笑起，放下手里的书，姿态慵懒地伸出一双玉臂勾住他的脖子，借力让娇臀轻轻抬起，凑到他耳边。白珠正准备撩帘子进来给王爷换鞋，雨天外出鞋面容易湿，就见王爷双手撑在床上，俯身在王妃身边。王妃妖娆地抱着王爷的脖子，神色暧昧地凑到王爷的耳边。见他撩开帘子，王妃轻轻一眼投了过来。白珠被王妃不经意间看着一眼，酥的脚底都是麻的，忙放下帘子退了出去。你脸红什么？白桃去叫水了，回来就见白珠一张脸粉扑扑的。王爷在里面。白桃立马明白，也想要脸红。王爷丰神俊朗，王妃美艳多娇，每次王爷晚上叫水，他们都脸红心跳的不行。里面陆九晚嘴唇几乎贴着帝江的耳垂，轻声开口：你喜欢放在左边？本王不喜欢放在左边，习惯放在桌上看。话音落，他感觉怀中的娇躯明显顿了一下，继而在他怀中不断的交颤，控制不住的闷笑声传入耳中，听得出他笑得很开怀。他微微后仰，去看他难得笑得这般开心的脸，他这样笑很甜很艳，他看得失神。良久，我说你喜欢放在左边，不是说书。那是什么？陆九晚眼神戏谑又暧昧。是能让我快乐的要死要活的宝贝。帝江还是不懂。
见他太单纯，还是不懂。陆九婉微微摇头，他视线缓缓下移，朝他挑了挑眼。帝江一下子就懂了，又是被他狂言浪语和梦浪举止所震慑的一天。